最近的加密货币市场，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，解读一下市场上几个关键的讯号，看看大家期待已久的山寨币季节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来了。所以说，市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，但讯号到底在哪里？别急，我们会从图表上的蛛丝马迹开始，一步一步抽丝剥茧，然后再看看那些足以点燃整个市场的聪明钱，现在究竟跑到哪里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技术面来看。其实线索就藏在图表里。有一个被很多分析师认为是可以说是最强大的那种看涨形态之一，正在悄悄地成型。这个形态呢，就是所谓的杯柄形态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弹簧，被用力的往下压，往下压，所有的能量都蓄积在那里，就等着砰的一声，整个爆发出来的那个瞬间。290个百分比，哇，这个数字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如果这个杯柄形态真的成功向上突破，那根据技术分析的测量，理论上的目标涨幅就是这么惊人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山寨币的市值有机会成长将近4倍，4倍耶！你想想看。而且重点来了，这不是纸上谈兵。第一个讯号其实已经出现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叫做 Total Two 的图表，它基本上就是把比特币拿掉，看剩下所有山寨币的总市值，它已经率先上升突破了。这就像第一张骨牌倒了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就非常值得期待了。不过呢，只有一张骨牌倒下还不够，对吧？要看到真正的那种全面性的狂欢派对，我们还得看另外一个更关键的图表，就是这个 Total Three。它不只排除了比特币，连以太币也排除了，所以它代表的是更广泛那些更小的山寨币。如果连它都跟着突破，那真正的派对才算正式开始。好，图表上的讯号看起来很棒，但问题是要怎么触发这个突破？那个开关到底在哪里？来，我们来看看比特币的市占率，这就是理解钱往哪里流的关键了。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个数字 57.3%， 你可以把这个数字想象成一个水坝的闸门，比特币就像一个超大的水库，里面装满了资金。一旦这个 57.38 的闸门被冲破，哗啦一声，里面的钱就会全部流出来。流到哪里去？当然就是流向那些嗷嗷待哺的山寨币了。所以整个剧本大概就是这样演的。第一步，比特币市占率跌破那个关键的 57.3%。第二步，钱开始从比特币跑出来，流进山寨币。第三步，我们刚刚看到的 Total Two 和 Total Three 图表确认突破。然后第四步，当山寨币季节正式开始。这整个流程就像点燃火柴，去引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巨大潜力。OK， 在整个大军出动之前通常都会有一个带头冲的将军，对吧？在币圈，这个带头大哥通常就是由以太币来扮演。我们来看看以太币跟比特币的汇率，也就是 ETH/BTC。现在这个数字坦白说，真的在一个相对的低点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光是让它涨回到上一个牛市的高点，都还有超过1倍的空间，潜力非常大。但这里有个超有趣，甚至有点矛盾的数据。你看历史上以太币跑赢比特币的时间，其实只占了 15%。没错，85% 的时间它都是跑输或持平的。但神奇的是什么？从2015年到现在，它的总报酬率居然还比较高。这到底告诉我们什么？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但也很真实的道理，你根本没办法去抓那个市场爆发的瞬间。以太币那些最猛的涨幅，全部都集中在很短、而且完全无法预测的时间里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人家都说长期持有很重要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有技术面的布局，也有触发的开关了。但火箭要升空，总得有燃料吧？那燃料是什么？这个周期的燃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猛的，就是那些来自华尔街的机构资金，简直是排山倒海而来耶。先看这个数字 6.62%，
你可能觉得还好，但你要知道，这是在比特币现货 ETS 通过之后，短短几个月内，华尔街那些大户们就扫走了这么多货。这是整个比特币总供应量的 6.62%，这种买盘的力道以前根本没见过。换算成美金是多少？超过1530亿美元。这么多钱现在就锁在比特币 ETF 里面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市场上多了一股全新的，而且是源源不绝的买房需求。这跟以前散户主导的市场完全是两回事啊！而且你以为只有 ETF 吗？不止哦，看看这个60亿美元，这笔钱不是来自什么新的科技基金，而是来自一家快要100岁、出了名保守的投资公司——资本集团。连这种老牌巨头都进场了，你就知道事情不一样了。你听听看他们家的投资经理怎么说的。我就是热爱比特币，是有史以来被创造出最酷的东西之一。天哪，这话从一个传统价值投资者的嘴里说出来，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世界变了。传统金融界对比特币的看法可以说是180度大转变。所以这么多机构资金进来，就带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问的终极大哉问：我们以前挂在嘴边的那个4年周期，是不是已经玩完了？现在市场上就有2派人马，想法完全不一样。一边是传统派，他们相信历史会重演，4年周期就是圣经；另一边是新范式派，他们觉得，嘿，老大哥们都进场了，规则早就被改写了。这2种想法现在正在激烈的碰撞，这就让大家陷入一个很两难的抉择。如果你是周期信徒，你可能会想说，好，比特币涨到16万美金，我就全部卖掉。但风险是什么？风险就是你卖掉之后，眼睁睁的看着那些机构资金继续买，把价格推到25万甚至更高，到时候你该怎么办？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现在市场最有趣的地方。从技术面来看，所有的讯号都指向一场大爆发，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。但是呢，这次场上的玩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一群华尔街的巨鳄跳进了这个池子里。所以最后这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：当传统的周期遇上了这些新的口袋深不见底的巨头时，过去那些旧的规则真的还管用吗？这个问题，我想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思考。